这个男人叫大山，他每天拿着望远镜偷窥对面的小美。如果是 AI 解说文案一般是这样，但我不是，我们还是正常点吧。来看一下这部2025年情人节在苹果流媒体平台直接上线的科幻动作片。在解说文案之前，我和各位观众老爷一样，还没有看过本片，只知道男主是泡开的前任神奇先生，女主安雅的标签就多了。他演过漫威新变种人里的密克，也演过狂暴女神，而导演则是奇异博士1的斯科特。现在我边看边写啊，看看这个电影质量到底如何。开头呢，就是女主安雅的打脸，她在一个本子上打叉，在计算过了几天，看起来是在潜伏。接着她在观察远处的一个机场，一架飞机正在降落，她也架好了狙击枪。哦，原来是个杀手啊，就是不知道有多远，能不能打破豺狼的记录。等目标出现以后，安雅开枪，目标组溅起子弹离开，一个很干脆利落的开场。接着就是男主李维在噩梦中醒来，他穿上鞋出门，此时才4点22分。他开着车在街上瞎逛，在海边发呆，看得出来李维是有大病。诶，这双鞋不错。接着他收到一条信息，6月7日下午1300时间到某营地报道 ，SUV 会在1200时间来接你。注意这个时间的显示方式啊，表明了李维是个军人。到了营地呢，哦，原来他是个4等人马润。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啊，刚从 LV426归来的雷普里接见了他。原来李维退伍4年了，没想到他一直被噩梦困扰，看得出他的 PTSD 真的很严重。接下去的对话里面，我们得知李维并不认识雷普里，但他推测出对方可能是个高级特工，应该有什么苦活脏活要交给他，因为他退伍以后经常接类似的活。而雷普里则说出了李维的战绩：狙击王者，113名确认击杀，81个可能击杀，但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两个数字相加更多。顺便一说啊，现实里面官方统计狙杀最多的灯塔士兵是克里斯凯尔，二战时期狙杀最多的是芬兰士兵西门海耶，而东大则是张桃芳。回到电影里面啊，雷普里一番问东问西，退役后的工作以及现在为什么失业，但这些都不重要。雷普里又问他：“你现在有对象吗？有没有离不开你的人？”但李维说：“我不是个恋爱脑，所以我单身。”天哪，电影才过去6分钟，男主就立了这么大一个 flag， 接下去你不谈恋爱，我到底吃翔。雷普里很满意啊，他无视了李维的心理状况，还是把任务交给了他，这就很有趣了。电影男女主都是狙击手，只是要兵临城下吗？而雷普里为什么要找一个心理上有问题的狙击手呢？总感觉这就好像诈骗一样，要把他骗到哪里，然后嘎腰子。镜头到了立陶宛啊，安雅在一个墓地里面见到了他父亲。父亲说：“你上次在白俄的行动被 CIA 的无人机拍到了，而大毛是不会承认这次行动。”但安雅不担心这一点啊，只是为自己杀人而感到良心不安。父亲接过他的弹壳，仿佛承受了他的杀意啊，宽慰他说：“那只是个无恶不作的军火贩子，你无需为此难过。”接着把弹壳放进一个包里，我们看到那里装了7把上百发弹壳了，真的是父爱如山啊。安雅也说自己睡不着，诶，这难道是狙击手的职业病吗？老父亲邀请他去陪他住一阵子，但安雅说来不及了，自己明天要去莫斯科接新的任务。临走前，他关心了一下自己老父亲的病情，老父亲说癌症没救了，下个情人节之前我要是没死我就自杀，到时候无论你在哪里，为我点根蜡烛，看着天空里的猎户星座，你就知道我走了。看到这里我并没有感到伤感，我反而有个问题，就是2个立陶宛人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说英语？镜头一转啊，在运输机上被打了镇定剂的李维醒来，接着一个女兵过来和他确认身份，叫他交出手机、手表、身份证，然后就是空降。因为任务所在地是禁飞区啊，李维在空降后要往北步行38公里才能到达。等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居然对灯塔的军事运输机禁飞？接着李维一番跋山涉水、户外生存啊，他这双登山鞋好帅啊！总之一次互接之旅后啊，李维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我操，这地方经历了什么？大地的裂变吗？此时李维身后出现了个老黑 JD， 他自我介绍是辅国的马润，怎么又是马润啊？这个 JD 好眼熟啊，想起来了，他是动作英剧《伦敦黑帮》的主角。JD 给李维开始科普，也为观众介绍起了背景。他在这里呢，一个人待了1年，真的是空虚寂寞啊。而他的服役呢，今晚就要结束了。很快两人走到了西塔观察哨，这里就是接下去李维要住1年的地方。这里自给自足，太阳能供电加上备用发电机、雨水回收系统，甚至还有个小菜园，简直就是末日生存爱好者的圣地。但李维问起了对面的情况， JD 说那是东塔，是上级严令要求我们禁止接触的地方。好了，第2个 flag 也有的，李维接下去肯定要和东塔接触，并且谈恋爱，因为对面肯定是安雅。JD 接着介绍，在这里的任务很简单，像是个维修工，每天巡逻检查一下自动炮台的弹药、护栏、悬空雷、大耳朵，每30天汇报一次啊。听到这里，李维就替观众问什么是大耳朵。 JD 解释说，这是一种卫星信号发生器，每隔1公里就有一个，用于发射屏蔽信号，以免峡谷被太空的间谍卫星发现。然后塔顶上有一个空气警报器，如果大耳朵同时失灵或者峡谷被占领，就会启动流浪狗程序。但 JD 表示不知道流浪狗程序是什么。哎呀，你们就是电影看太少了，在这么一个神秘的基地里面有一个什么神秘的程序，那肯定就是自爆程序啊，难道还是版本更新吗？ JD 又说起来，这是个2战末期冷战初期留下的遗址，那时候的高层我想指的应该是老大哥和灯塔一起成立了个联盟，以确保没人能够知道峡谷的存在。这个没人指的是谁呢？每年呢，双方各派出1名代表，各自负责自己这边的哨塔。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，这边呢是灯塔，
但是对面呢就不是老大哥了，只能说对面真的是势单力薄啊。接着李维又替观众问了个问题啊，任务的目的肯定不只是防止外界发现峡谷，那还有什么呢？ JD 说防止下面的东西跑出去，于是 JD 往下丢了个雷子，给李维做了个演示。很快下面传来了可怕的尖叫声。JD 说前任把下面那些东西叫做空心人，在40年代的末期，有一支2400人的骑兵奉命下去剿美，结果无一生还，于是上面就改变了策略，改为全面防守。等一下，我注意到李维这里换了双鞋，看鞋底应该是扫了我们的4弟。JD 又很文艺的说，我觉得这个峡谷就是通往地狱的大门，而我们就是看门犬。呵呵，我觉得这肯定是电影放的烟雾弹，而下面的东西肯定不是超自然现象，否则这里的守卫就是更庞大的部队了。电影就是环太平洋了，而双方各派一人的行为啊，既是互相监视，又是各司其职，以保证双方的自动化设备的运行。所以下面大概率就是当年老大哥和灯塔自己搞出来的玩意儿。最后呢，李维送走了 JD， 开始了自己的独居生活。从他的背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和灯塔的旗帜，这个都是全球搅屎棍呐。那边 JD 迎来了接自己的直升机，但是对方和他确认完身份以后，却一枪杀了他。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呢？送走 JD 以后啊，士兵汇报给了雷普利，而他站在窗前开始装逼。远处的3栋大楼啊，灯光闪烁。等一下，这3栋大楼为什么好像神印啊？这峡谷不会是死亡空间吧？时光荏苒，李维开始了每天的日常。大耳朵、悬空雷、自动机枪，30天一次的汇报。李维开始觉得无聊了，甚至想向无线电那头的人提问，但是都被忽略了。无聊至极的李维在书柜的墙后发现了前任们留下的留言，也发现了第一任肖上尉的留言。不过留言呢，都是一些心灵鸡汤，和真相没有关系。接着镜头又给到了肖上尉的照片，这是个套路，这个肖上尉肯定会有一个 callback。李维又换了衣服鞋子在那里摘蔬果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在这里独居，至于带这么多衣服鞋子吗？此时呢，李维听到了对面有锯木头的声音，他用望远镜看过去，哇塞，电影过去了半小时，男主终于发现了女主。而我们知道安雅是大毛的外包杀手，他上次任务被 CIA 抓到了把柄。我们又知道1年后这里的人都会死，也就是说男女主其实都是被发配过来的，真的就是东南亚电诈。而安雅这身材这相貌，行了，李维肯定动心了。今晚呢，他被铃声惊醒 ，PTSD 发作，意外的发现对面的安雅也睡不着，正在看自己。完了，两个都是恋爱脑。下个月呢，镜头到了对面，安雅在阳台上给自己过生日，孤男寡女，此时阻挡他们呢，也只是一个大峡谷而已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于是安雅先动了，她用枪声吸引了李维，两人隔着峡谷开始用白板交流。李维还傲娇了一下，说禁止交流。安雅发挥了自己作为漂亮女生的优势，说今天就是我的生日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于是号称自己不是恋爱脑的李维，最终还是和安雅愉快的交流了起来。你看你在坚持什么呀？现在赶紧就想办法到对面去，让安雅明年就休产假。安雅这边开始放唱片，邀请李维一起跳舞。李维说自己不会跳舞，安雅说那你会什么呀？李维说我枪法不错。哦哟，安雅说那你试试。但李维傲娇的拒绝，结果转头安雅就用把 AK-12挑爆了李维身边的酒杯。妹子都挑衅到这儿，李维忍不住啊，拿起手里的 M4秀，于是1比1平。但是安雅这个小恶魔把酒瓶放到自己头顶的时候，正当我们以为可以看到神操作的时候，安雅拔掉了音响，做了个朝下的手势，两人都往下看去， BGM 也变得紧张起来。天哪，你们还记得这是一个科幻动作片吗？看久了我还以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呢。于是空心人第一次登场了，仔细看，这是一种身上长了藤蔓的人形生物啊。李维和安雅两个人开始疯狂扫射，阶梯射击，看起来清了一波怪，但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要发生了，有一只漏网之鱼跑了上来，代表安雅无情的射场，空心人掉下去以后引爆了悬空雷，爆炸的碎片击伤了安雅。李维开始阶梯射击，安雅简单的处理一下也开始射击，等于双方在各自塔上向对面射击，清掉对面的怪。此时自动机枪塔也终于感应到了，也开始射击。这些空心人何德何能，居然能够让大毛和灯塔再次联手。电影过去了半个多小时，第一次大规模动作戏上映还是比较刺激的，但是整个环境呢太黑了，感觉这片子的成本可能不高啊。